家里的钟表又没有电了，一年需要换很多次电池，总是换电池，实在是太麻烦了。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方法，让家里的钟表以后再也不用换电池了。这个改装方法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只需要先把上面这个电池给它先拿下来，然后呢我们只需要在这个钟表放电池的这个位置呢给它接上一个手机充电器就可以了。这样呢以后家里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我们来看，把这个手机充电器小头这边呢我们给它剪掉以后，这个里边呢是有4条线，我们只留下黑色和红色这2条就行了，只需要呢稍加改造一下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需要的东西呢非常简单，我们呢就找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可以从一个报废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或者其他的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接在这条红色的线上面，你来看非常简单，这个方法就这样直接给它缠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在灯珠的这一侧呢给它结上一个小夹子，这样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你看只需要在这边串来一个小灯珠，就可以让这个充电器，我们都知道啊，充电器都是5伏的电压，这个电池呢是1.5伏的，我们只要给它串上一个灯珠，就可以让它的电压变成1.5伏左右，这样呢这个小灯珠就可以起到一个限流降压的作用。我们看一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红色的夹子把它夹在这个钟表的正极上面，然后这边的黑头呢我们再接一个黑色的夹子，我们把它接上，接上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看就这么简单就可以了。我们把这条黑色的线给它接在钟表的负极上面，你看就这样接好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把手机充电器插在电源上面，我们来看一下，插上以后啊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它亮了以后呢就会把它的5伏的电压降成1.5伏左右，这样呢钟表就可以正常使用了。我们来看一下，经过这样改装以后，家里的钟表再也不需要换电池了。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平时家里有这种坏掉的电动车充电器，千万不要扔掉。我们把上面这条线给它剪下来以后，接在插排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在生活当中非常有用，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插排打开以后，把这条黄色的线接在插排 N 上面，然后这条蓝色的线接在 L 上面，这2条线呢一定不要接错，接错以后呢是不能使用的。把它放进去以后，然后呢把这2条螺丝给它拧紧，拧完以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这个插排就制作好了。我们平时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我们先把它插在电动车上面。平时我们使用角磨机或者手电钻的时候，如果家里停电了没有电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应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插上电以后呢，打开开关，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用它来切割一个铜管来测试一下，你来看，这样呢也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铜管给它切割断，使用非常方便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手电钻，看一下能不能钻东西，把它插上去后，然后测试一下，你看这个转速是没问题的。我们呢再钻一个木板来测试一下，你来看很轻松就把它钻透了，是不是？而且呢也非常的好用，把这个方法呢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废旧的风扇里面还有个值钱的宝贝，就连收废品的人都不知道，你如果把它当废品卖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其实它的用处非常的大，不管是这种电脑上的小风扇，或者是电磁炉里边的风扇，我们只要把它拆开以后这样用，它的价值呢其实要比卖废品价值要高得多。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先把这风扇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先用这个风扇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把它先拆开来之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把它打开，把它拆出来以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里边的这个小东西。我们看一下，就这个上面是有4条头的这个小圆件，我们呢用一个钳子把它剪下来，拆下来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型号是477A， 这是一个霍尔元件。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在上面我们先接上一个小灯珠，然后呢再接上2条电源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电源线上面给它接上一节电池，给大家来演示一下，看一下这功能。你来看，这样把它接好了以后，然后我们在这边呢用一块磁铁给大家演示一下。你来看，这样当磁铁靠近霍尔元件的时候，这个小灯珠就亮了；当磁铁离开的时候，它就灭了；靠近它就亮了。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小灯珠给它换成是一个报警器喇叭，然后呢把磁铁装在门框上面，这个装在门上面就可以制作一个防盗器，非常的实用，是不是？
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衣服的拉链齿掉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完美的修复方法，给它修复完以后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美观，从外观根本看不出来。你看这个拉链齿就是已经掉了3个，那么我们给它修复的时候呢，先从这个拉链最上端给它先取下来3个齿，最上端呢我们取下来3个呢也不影响拉链的使用，我们呢用个钳子先夹住1个齿，给它先拔下来。如果有其他不穿的衣服呢，也可以从其他的拉链上面拔下来3个齿，然后呢用个针把它插入到这个拉链齿中间，把它称一下，把这个口呢给它称的稍微大一些，等会儿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会更加容易一些。称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在安装的时候用个钳子先把这拉链这边呢给它先捏一下，捏扁了以后呢，等会儿我们在外面安装的时候会更容易一些。我们呢用钳子夹住这个拉链齿，然后就这样呢斜着给它插入到这个拉链上面，使劲往上面一插，这样呢就可以安装上。把这3个齿都给它安装好了以后，然后呢需要给它调整一下位置，因为3个之间的间隙一定让它一样大小。你看这样给它调完以后，然后呢再用钳子给它捏一下，捏牢固了，最后呢再用点502胶水把这3个齿上面分别给它点胶水给它粘一下，就会变得非常的牢固。修复完以后我们来测试一下，你来看非常顺畅，是不是？而且呢修复完以后和新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在遥控器上面接上2条线，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解决了很多家家户户的难题。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先把这个遥控器后边的盖子打开，然后呢我们接线的时候呢把电池拿下来一截，把这条线呢我们直接这样折叠一下，给它挂在这个弹簧上面。我们来看，只需要接两条线，这条线给它接好以后，接下来我们把另外一条线接在这个电池上面，遥控器上面接一条，电池上面接一条。把这条线呢我们可以用个胶带给它粘上，固定一下，就这么简单。你来看，把这2条线就这样接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先测试，把这2条线给它接在一起，你看一下遥控器上面的字就有反应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呢？像平时家里的电器不通电了，一般都是上面的电源线断了，或者是家里的电饭锅不通电了，那么怎么检查这条线好坏呢？还有就是家里的电水壶怎么检测开锅好坏或者耦合器的好坏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检测了。我们先来检测这个充电器，像充电器不通电了，或者充电的时候不变绿灯了，一般都是上面的线坏了。我们来检测的时候啊，你来看，只要呢把这条线接在插头上面，另外一条线呢我们给它分别接在这个上面来测试一下。如果这样测试，上边遥控器上面有这个字显示，就说明这条线它是通的。再来测另外一条，如果不显示呢，就说明这个线它是断的。这个方法呢比腕表还好用，很多人呢也没有腕表，是吧？而且呢它还可以测量开关。你来看，我们把这开关给它先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来检测，上面只要有字就说明这开关是好的，如果没有字呢就说明这开关它就是坏的。用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啊，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在电钻上面插上一根钢丝，它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功能，邻居们看到后啊都抢着用。这个功能啊家家户户都能用得到，因为非常好用，所以说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把这钢丝在插到电钻之前，我们需要给它做一下处理。先把这钢丝这一头呢我们先用个钳子，你来看，先给它折叠2下。我们来看，这样给它先折叠一下，折叠完了之后，然后用钳子给它捏紧，这头呢再给它折过来，我们看折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然后我们把钢丝另外一头，这头呢我们用钳子这样给它折叠一下。你看这样给它先窝一个钩子，窝成这样钩子以后，然后上头呢给它往上掰一下，掰成这样往上稍微翘一点的感觉。弄成这样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头给它塞到电钻上面，这样经过这样处理完以后，我们手电钻就可以牢牢的把这钢丝给它夹得更紧，钢丝不容易转圈，就这么简单，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就制作好了。平时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你来看，首先我们先来转一下，转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方向转，不能转反了。
然后呢，平时啊，像家里的下水道如果堵了或者马桶堵了，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清理里边的垃圾。不管这个管是直的还是弯的，我们都可以快速的把里边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出来。我们看，这样一边转，然后一边把它塞进去，然后呢，我们塞完以后这样一转，你来看里边的脏东西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实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家里有这种废旧的电池，以后就不要再扔掉了。我们用锤子把它砸烂以后，它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一个妙用。这个功能呢非常实用啊，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有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我们看，这样把它砸烂以后，然后用钳子把钳头给它拨开。接下来我们把里边这个碳棒给它拔出来，然后呢用张纸给它擦干净。擦完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找一条非常细的这种细铜丝，可以从硬电线里面拆下来一个。然后呢，我们就这样给它先对折一下，然后呢一圈一圈的紧密的给它缠绕在这个碳棒上面。缠绕完以后，接下来把这头给它拧一下，拧完以后效果就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再需要用一个12伏的电源，像平时猫啦、路由器上面这种电源都可以用。然后呢，我们在它的插头上面接上一条线，给它拧紧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再需要另外一条线把它插在中间的位置上面。就这样两条线接好以后，分别再接上两个夹子，然后呢把这个红色的夹子夹在碳棒上面，把黑色的夹子夹在焊锡上面。你来看，一个非常好用的电烙铁就制作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化锡速度非常快，而且呢这个焊接的效果也非常好。平时啊，像家里的电器插头断了，电线断了，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线焊起来。焊完以后，你看这个效果非常的牢固，是不是？这个呢就是废旧的电池，我们把它砸烂以后做个电烙铁，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有用。今天我才知道，原来用口罩包住钢丝球居然还有2个特殊妙用，解决了生活中很大的难题。这个方法呢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首先先把口罩上面的这2个绳子给它用剪刀给它剪下来，然后把这个绳子呢从钢丝球中间给它穿过来。接下来呢用这个绳子把这钢丝球牢牢的给它绑在一起，这样系紧。系好了以后，然后接下来再需要用一个饮料瓶的瓶盖，用刀片呢给这个瓶盖上面给它先给它钻2个孔出来，钻好了以后就这个样子的。然后接下来呢再需要把这个瓶子上端这个口这块这个位置啊给它切开，割开以后只留上面这部分就行了。然后呢把这2条绳子从这个瓶里边给它穿过来，穿过来之后呢把它再从这个瓶盖这2个孔里面分别把这2个绳子穿过来，穿过来以后，然后把这2个绳子给它先系一下，这样呢也是一样，要系牢固了，可以系2下。系完了之后，然后啊把这瓶盖再给它拧上，拧完以后，剩下这2个绳子头呢可以给它打个死角，打完以后你来看，就这么简单，一个非常好用的刷锅神器就制作好了。平时刷锅刷碗的时候，这样呢就不容易脏到手了，而且呢就是凉水啊刷锅的时候也不容易手凉了，这是第一个妙用。它的第2个妙用呢就是塑料袋，我们在封口的时候很麻烦，是不是？我们呢其实可以用这个把饮料瓶给它套在这个塑料袋上面，然后呢把这个塑料袋给它拉一拉，这样弄完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瓶盖再给它拧回去，这样呢塑料袋就密封起来了，而且这个密封效果也非常的好，一点也不漏。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可以把这盖子拧开，然后呢从这个口这边就可以往外倒，是吧？倒完以后呢，我们把这盖子再给它拧回去。这个呢就是它2个特殊妙用。注意看，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出门在外如果忘记带打火机，对于一些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热爱户外野餐的人群。这个视频就教会了大家。视频中的小伙先是用一包口香糖，然后从里面拿出一小块，先是把口香糖的包装纸拆下来，然后在它的1/3处撕开。你有可能不相信，用这个方法就可以解决。看不懂的朋友收藏起来，多看几遍，一定收获满满。撕完后反过来再从2/3处撕开，这样就变成了一个长长的纸条，然后在纸条的中间位置上分别这样竖着撕成一节一节，每节的距离不要太远，多撕出几节，一定不要手太快撕的断开了，保持成这样有断丝连的状态。撕完后就像锯齿一样的形状就可以了。最后一步就是再从我们电子设备上找来一节电池，如果没有这种电池，用干电池其实也可以。然后再把纸条带稀薄的这一面，分别把2头按压在电池的正负极上面。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眨眼，我们仔细看，纸条中间的位置上先是慢慢的冒烟，然后片刻间就会燃烧。户外野餐生存必备技能，这个方法真的是太实用了。角膜机切割片卡死了，
这个螺母呢怎么拧也拧不下来，怎么办呢？我来教你一招，我们呢其实用一个鞋带就可以快速的把它给取下来。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它呀到底呀有多方便。你来看，我们把这个上面这螺母，你来看，无论怎么拧都拧不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可以先找2个钻头，我们把它先放在这个螺母的孔里面，这样直接放上去以后呢是不行的，因为呢来回晃比较松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这个鞋带先把这2个钻头我们给它绑在一起，一定把它绑牢固了，不然的话是不行的。我们看，这样给它紧紧的绑在一起，绑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来看，这样呢就非常牢固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下边这个锁扣给它锁住以后，然后我们用个1字的螺丝刀把它放在这个里面以后，接下来我们反方向这样一拧就开了，是不是？这个方法速度非常快，而且也非常省力，很轻松就可以把它给拧开了。把这方法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角磨机上的切割片，很多人都安装反了。当安装反以后呢，在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炸片、爆片，这样呢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角磨机上的切割片，我们应该如何安装呢？有些人说需要这样安装，有些人说是这样安装，到底是怎么安装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正确安装方法。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爆片的这个给它先拆下来，然后我们呢就是先用一个这样的抛光片来做个对比，大家就明白了。你来看这个抛光片，平时呢安装的时候，如果我们你看啊，这个片和片之间啊两面，首先看一下，无论是哪一种，都是一侧是有这个金属片的，另外一边是没有的。在安装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如果我们把这个抛光片把这个金属片朝下安装的话，这样呢在拧上这个帽的时候是根本没有办法使用的。它这个正确安装方法呢是这个金属片朝上，这样安装起来是正合适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参考，就是安装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啊，就是这个金属片让它朝上，是吧？是这样安装起来的，这样是正确的安装方法。然后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当我们这个角磨机使用完后，或者是炸片爆完片以后，这个帽根本拧不下来。那么我们把这个片朝上的时候啊，再拧的时候，这个螺帽呢就不会拧到这个卡到这个里面了。在换这个片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个片给它拆出来。这个呢就是切割片它的正确安装方法。很多人呢说，有的说是这样安装的，这样安装呢，当把这个帽给它拧紧了以后，就容易卡到里面，不容易拆卸。所以说我个人观点啊，就是使用的时候是这个金属片是朝上使用的，它呢正好是起到一个安全垫片的作用。无论你把这个丝拧得再紧，这个丝呢它也不会卡到这个切割片里面。所以说这样是正确的安装方法。大家呢如果还有不同看法的，可以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共同交流学习一下。电池有电没电，不需要任何工具，只需要把这个电池往桌子上面放一放，就能立马知道哪块电池有电，哪块电池没有电。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你来看，我这边呢正好有3节南孚电池，就用它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2节是聚能环2代，这个是4代。我们放的时候呢，仔细来观察，先看这个4代的电池，你看，就这样轻轻的往桌子上面放，看一下这个电池的弹跳能力，看它弹跳的次数越多，说明它越轻。这个就比较轻，弹跳力比较强。再来测试这2块，仔细听，不怎么弹跳，放下去以后是比较稳重的。再来看另外一个，这个也比较稳重，不怎么弹，是吧？就这一块弹跳力非常大，你听，是吧？那么像这个弹跳力比较高的这个比较轻的，说明它已经没有电了。我们来测量一下，给大家呢先测量一下，看一下到底它还有多少电。你看这是 0.8 伏，说明它没有电了。然后我们再来测量这2块比较稳重的，你看这2块电池，这个呢是 1.49 伏，这个是 1.51 伏。只要是比较稳重的砸下去，声音比较稳重的，像这种电池就说明它是有电的。这种比较轻的弹跳力越高，说明它越没有电。这个呢就是快速的识别哪块电池有电和没电的方法，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
今天我才发现，原来在这个燃气灶上边给它放上一个口罩，1年下来就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很多人呢还都不知道，具体放个口罩怎么能省下几百块钱呢？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像这个燃气灶呢，我们用的时间久了以后呢，都会出现打不着火，或者是打着火以后啊，松手就灭，或者是彻底打不着火。出现这种问题呢，如果我们去找维修师傅给它修好的话，最少要200块钱。那怎么办呢？其实啊，我们就可以自己用个口罩来解决它。这个解决方法呢非常简单，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燃气灶打着火松手就灭，无非啊就是2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看一下中间这一个小尖尖的针儿，这是一个感应针。如果这个火焰烧不到感应针，它就会松手就灭，这是第一种问题。第二种问题呢就是看一下中间这个小火盖，你看周围全是这样的小孔。如果这个小孔给堵住了以后呢，我们在打着火以后，火焰不能从这个小孔里面出来烧到感应针，然后呢它也会出现就是松手就灭。我们用这个口罩就可以把这2个问题都给它一起解决了。我们来看，先用剪刀在这个口罩这边给它剪上一刀，然后呢我们把口罩里边的这个东西给它取出来。你看，就这个小铁丝非常的坚硬。这2个呢我们都需要用，我们先把这个口罩放一边，等会儿再用它。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小铁丝，用打火机给它烤一下，先给它烤一个头出来，就这么多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先用这个针来解决。第一步呢我们就是先把上面这些孔都给它捅一下，一定把这些都给它捅干净，这是第一步操作。小火盖这样给它捅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给它放上去，然后放的时候呢，上面这个小孔啊一定要对准上面的感应针，这是第一步。然后呢第二步呢，我们还有上面这个大火盖周围的一些小孔，我们也可以用它清理一下，清理干净了以后也是更容易打火。还有就是第3步啊，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口罩上面这个布啊，可以呢把上面的感应针我们给它擦一擦，因为感应针如果脏了以后呢，它的灵敏度就降低了，也会出现打着火以后松手就灭。使劲给它擦一擦，擦干净。擦完了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些再给它放回去。我们再来测试一下，你看很轻松就可以打着火了，而且呢松手它也不灭，非常好用，是不是这个方法？把它分享给你啊，感谢大家观看。在充电器上面接上一个小灯珠，不管电水壶哪儿坏了都可以来修。这个方法呢非常的好用，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首先像这样的灯珠呢，我们可以从一个报废的充电器上面拆一个这样的小灯珠，然后把它接在充电器上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方法到底有多好用。我们首先接的时候呢，需要找一条报废的手机充电线，我们只需要给它接上1条线就行，一定要记住接1条，不能接2条。我们可以把这个红色的线给它接在一个角上面，只需要接1条，如果接上2条是不能用的。你来看，就这样把它拧上就行了。拧上去以后，这头呢我们不要接。我们在维修电水壶的时候啊，你来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充电线给它插在充电头上面，然后呢我们先来检测一下。你来看一下这个灯珠，如果亮就说明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功能来快速的修电水壶。平时家里的电水壶不通电了，我们呢首先先要检测一下，看这个电水壶上面的底座有没有问题。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接在这个插头上面，然后呢这边我们分别接触上面的2个铜片。你看，如果上面的灯亮就说明啊这条线是导通的，我们再测另外一条线。如果灯不亮就说明它是断的，这个灯也亮，只要亮的就说明啊这个底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电水壶上面。我们打开电水壶上面这个盖，先看一下，平时呢像这个开关不管是哪儿坏了或者讹气坏了，我们都可以来检测。首先把开关打到开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先来检测看一下这个开关有没有问题。这2条线是接在开关上面的，我们把这个灯珠给它放在开关的1条线上面，然后这边呢接触另外1条线。如果这个灯亮，你看只灯亮就说明啊这个开关它也没有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检测讹合器的好坏。讹合器上面有2条线，我们先来测量这条线。你来看，如果上面的灯也是亮的，只要亮的就说明讹合器上这条线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再来测另外1条，讹合器上这2条线只要有1条线它不通，就说明讹合器坏了。你看这也是通的，只要通上面灯亮就说明讹合器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很多情况就是电水壶通上电只灯亮不加热，那很多呢都是这个发热管坏了，它到底坏不坏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检测。
其实这个东西来检测比腕表还要方便，很多人呢都没有腕表也不会使用。你来看，我们在检测的时候，不管怎么弄，上面的指示灯都不亮，只要不亮呢，就说明是这个发热管坏了。我们给它换一个这样的发热管就可以修好它。这个方法呢非常实用，把它分享给你。注意看，最近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假币，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警惕，就是这种100元大钞。我给大家分享一招，不管它技术有多牛，也不管技术有多高，都能快速辨别出真假钞。只需往手机上一照，立刻辨别真假。视频仅供参考。我们只需打开随身携带的手机，然后再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用这个方法，不管是什么样的假币，都能立刻辨别出真假。我们把人民币放在这个手电筒上面，仔细观察，这条线上会出现很多的100的字样，特别清楚清晰。轻轻翻转人民币的时候，这个100的数字就会变成紫色，这样的人民币就说明是真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部分，仔细观察，中间有一条竖线，在手机灯光下会呈现出来100多的数字，特别清楚，特别规整。假币则没有。我们再看毛爷爷这个头像，在灯光下非常的清楚。毛爷爷头像下面还有一个100的水印，同样也是特别的清楚。假币特别模糊，根本是做不出这种效果的。快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吧。你还有什么好的鉴别人民币的方法？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吧。今天我才发现，原来把一只电池放到灯泡上面，它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妙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带来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人呢居然还不知道。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好用。平时我们家里使用的这种灯泡或者是这种吸顶的灯，用一段时间坏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给它放上一只电池，就可以让这个灯呢立马让它重新再亮起来。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把这电池给它放在上面的时候先来给它接上2条线。我们看，把这条红色的线给它接在这个电池的正极上面，然后呢我们用个胶带给它粘一下，正极粘一条红色的，然后这个负极我们粘一条蓝色的线，只需要呢给它粘2条线就行。你来看，把这个线我们给它粘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先来看这种灯，吸顶灯，其实它们2个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这种灯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罩子给它打开，打开了之后，你看这个里面其实它们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个电池这样给它放在灯上面，然后呢这样来接在这个灯珠的2侧。你来看一下这个灯珠，你看这样一接上，这个灯珠它就亮了。只要亮呢，就说明这个灯珠它是没问题的。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也可以亮，只要我们测到哪边这个灯珠不亮了，那么就说明是这个灯珠坏了。我们看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灯，其实它2个都是一样的。找到坏的灯珠以后，我们看这个灯珠也是亮的。如果这样测的亮，我们把这2个线头给它倒过来再试一下，如果这样还是不亮，那么就说明是这个小灯珠坏了。遇到这个小灯珠坏了呢，我们只需要把上面这个黄的给它刮掉，然后呢给它短接起来，就像这个一样，给它粘个胶带短接起来，就会快速的修复好它。这个方法呢非常好用，是不是？把它分享给你，感谢大家观看。4根硬线怎么对接在一起呢？10个人有9个人都接错了。如果就这样直接拧在一起的话，很容易虚接打火，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具体需要怎么接呢？我们来看，先把这个接头给它先剪掉，然后呢把这个线给它外皮拨得稍微长一点，这头呢也一样，给它拨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把这2个线对接在一起，然后呢先把这黄线对接好以后，从中间的位置我们给它剪断，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黄色的线给它拨出外皮，这头呢是把这条绿色的线给它拨出外皮，用钳子夹住中间，然后呢把右边这个电线头给它紧密的缠绕在这个主线上面。用这个方法接好的线它是错开的，交叉开的，也不怕虚接打火，然后呢也不怕短路，就算在潮湿的环境也可以正常使用。把这个线头先都给它就这样给它夹紧以后，然后呢接下来再来接另外这一个线头，先是扒掉外皮，这个呢你看扒外皮的时候呢稍微少扒一点，最好的是缠这个线的时候多让它缠绕一点。这边呢还是一样，用钳子夹住它，我们把它都拧在这个主线上面。你来看这边呢就缠的比较多，其实缠的越多它越牢固，越不容易虚接打火。缠完一侧，然后再来缠另外一侧，这2侧呢都是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你来看这样接好以后非常的牢固，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它也不会短路。没有用完的502胶水
当我们把这盖儿给它拧紧以后，放不了多长时间，里面就又发硬了，变干了，没有办法使用了，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储存502的方法，让你的胶水啊，就算储存个10年8年，它也不会发硬，而且呢和新的都一样，非常的好用。你来看这个呢，就是已经都干了，没有了。然后呢，拿这个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你来看这个里边胶水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把这盖给它拧开，这个就是使用过的。你看这边还有个小孔，我们主要呢就是给它做一个隔绝空气一个处理，它就不会变干了，无论放多长时间它也不会变干。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就是需要找一个就这样的非常小点的螺丝，我们给它拧在这个胶水孔上面，给它拧紧。来看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隔绝空气的作用。你看第一步是这样拧，拧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二步，你看就是在家里用上这个透明胶带，你看这样给它粘上几圈，一定要把它密封好。你看粘几圈以后，然后把这边给它再窝过来，接着再来缠几圈。经过这样处理完以后啊，胶水呢就算再放个10年8年，它也不会变干，非常的好用。分享给你啊，感谢大家观看。